對不能轉生的星球之50億年後的地球。地球 Online 目前已經開服了46億年。作為老玩家，今天我就帶你體驗一把50億年後的地球體驗服，看看你能在這樣的環境下活多久。今天的地球之所以還能容納海洋、雲層、森林和生命，本質上是因為它剛好處在一個極其脆弱的平衡裡。太陽不算太亮，大氣不算太厚，溫室效應存在，但還沒有失控。我們總以為這種狀態會一直持續下去，但事實是版本會一直更新，地球并不会永遠都適合生命。50億年後最大的變化就是大陸板塊。今天的大陸看起來彼此分散，亞洲、非洲、美洲、歐洲、大洋洲像是天然如此。但地質學早就告訴我們，大陸一直都在運動。它們曾經合併成盘古大陸，後來分裂，又將繼續漂移。如果把時間推到未來幾十億年，科學家認為地球大陸很可能會再次合併，形成一個新的超級大陸，終極盤古大陸。到那時候，海洋格局會被改寫，氣流會被重塑，內陸地區可能會變成極端乾燥和高溫的巨大荒原。也就是說，即使還沒等到太陽徹底把地球烤死，大陸自身的重新拼合會先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加不適合生命。然而這還沒有完，另一個消失的東西是水，而且是永遠消失。在太陽持續變老的幾十億年裡，它的亮度持續增加，地表溫度會迅速升高，海洋會先剧烈蒸發，而水蒸气本身又是一種極強的溫室气體，它會進一步困住熱量，讓地表变得更热。於是一個無法停下來的致命循環開始了，逃逸溫室效應。海洋消失，雲層失控，所有液態水蒸發殆盡。地球上的生命，無論是植物、動物還是微生物，都會在這個過程中被逐步清空。地球會變成一顆完全被烤乾的、高溫的、沒有海洋、沒有生命的岩石行星。50億年後，地球或許還在，山脈可能還在，岩石可能還在，甚至它繞太陽公轉的軌道也還在那裡。但有一樣東西已經徹底不一樣了，那就是太陽。今天的太陽在我們眼裡是一顆穩定的恆星，它每天按時升起落下，為生命提供能量。我們已經完全習慣了它現在的樣子，每天都還能開太陽不見了這個玩笑，於是我們很容易產生一種錯覺，太陽會一直這樣燃燒下去。但事實恰恰相反，太陽並不是永恆不變的，它也有壽命，也有青年、中年和老年。而現在的太陽正處在它一生中相对穩定的階段，主序星階段。它之所以能夠穩定發光，是因為在核心裡，它一直在做一件事，把氫聚變成氦。這個過程會釋放出巨大的能量，但問題是，氫不是無限的。當太陽核心裡的氫被大量消耗之後，核心就會逐漸失去原本那種穩定的聚變支撐。於是，太陽內部的平衡開始被打破，核心因為引力開始收縮，收縮帶來更高的溫度和壓力，核心外的一層氫殼開始重新劇烈聚變，然後比以前更猛烈地釋放能量。而這些額外的能量會把太陽外層一層層向外推開，於是太陽會剧烈膨脹，它的表面會被推到越來越遠的地方，體積變得極其龐大。與此同時，由於表面被攤得很大，溫度反而下降，顏色也從今天偏白黃逐漸變成偏紅。於是紅巨星版本的太陽就開始出現了。今天太陽半徑大約是70萬公里，而在紅巨星階段，它的外層將向外擴張，一直逼近今天地球軌道所在的位置。也就是說，那時的太陽不再只是天上的一個圓點，它會變成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巨物。如果你還能站在那時的地球上，你抬頭看到的將不再是今天這樣的太陽，你會看到一顆覆蓋大半個天空的暗紅色、翻騰着巨大氣體對流的恆星。它不再像一盞燈，它更像是一堵牆，一堵不斷向你逼近的火焰之牆。但你放心，你不会看到这個畫面的，因為在這之前，地球早就已經死透了，所有玩家已經全部下線。而在接下來的幾十億年裡，地球這個服務器會迎來最終的結局，被太陽親手吞掉。不是一下子消失，而是在高溫、阻力和潮汐作用中，一點一點墜入那顆衰老後的恆星，直到整顆行星被蒸發，
撕裂、摧毀。至此，地球 Online 將徹底關服，那個關於山脈、森林、海洋的地球將徹底消失，連同那些城市、語言、歷史，還有那個自稱為人類的文明，都會一起湮滅。不會有遺跡被保存，不會有後來者為我們命名。在宇宙漫長的時間裡，不會有任何文明知道我們曾經來過。